哎呀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来七贤路拉手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这睽违了半年，我们终于要重启这个计划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带大家继续走完七贤八德九如十全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真的有点热，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 go go。嘿，嘿，香味海产粥遗址。它这间海产粥呢，在很久以前它非常的有名，但是它现在已经消失了。我相信大家应该高雄人都有记忆。你有吃过吗？我记得我没有吃过，可是我有一直听你说它生意非常之好。它早期的时候可以吃海产粥配臭豆腐那个时期，我觉得它是高雄最强。但是它后面因为臭豆腐被检举，太臭了，太臭了，真的太臭了，所以后面就没卖了。然后没卖我就再也没来吃了，然后它就消失了。可惜时代的洪流，好不好？我们下去，拜拜。我们今天走七贤路这条路线，因为七贤路真的非常的长哦。我们今天是从路头，就是和平路跟七贤路这边开始，我们一路呢会走到爱河边。好，今天这期就结束了。那在爱河边再进去的七贤路，就是已经是进入盐城区了。你确定你不是在偷懒？没有，那一段盐城区一定要独立出来，因为那一段太多好吃的。但是我们前面这一段呢也很精彩。七贤路我非常熟，好不好？我以前就在这附近上班。七贤路也算是高雄非常知名的一条路了哈。什么知名呢？小朋友不懂就算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第二站会经过我们之前便当特辑跟大家介绍过的草原亭。这间草原亭呢，当初我们买的便当是炸鸡腿便当，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它是整只的炸鸡腿 ，no， 它是腿排。尤其它的配菜里面有一个我很喜欢蛋卷，你记不记得蛋卷？蛋卷，我觉得还好。好啊，反正大家如果想知道他们便当长什么样子，请回顾我们南高雄便当那一集。草原亭啊，草原亭。我们今天走这条七贤路呢，全长大概是4.8公里左右。那4.8公里，它前面这一段呢，就是我们高雄的华尔街。华尔街高雄华尔街，因为以前这边都是金融业嘛，等一下我们到那个十字路口就会看到，像那个台银啊、什么中信啊、国泰啊、富邦啊，全部都在这里。我以前就在这边金融业上班。然后呢，中后段就比较精彩一点，中后段就是属于那个夜生活的部分，然后就比较多那种什么SPA会馆啊，然后一些像酒店啊、八大行业啊，那边就比较多了。容我补充一下，我在找店的时候，我在找吃的店的时候，发现这条街全部都是晚上营业，而且都营业到超晚，有到凌晨1点的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这一条路上面才会有超多好吃的东西。这条路上面很多的餐厅，我觉得都是非常老字号，而且都是很值得介绍的。尤其这一条街上啊，其实大部分都是主食类，所以我们有一些也只会先跟大家介绍啦，没有办法一一带大家去吃，不然我们就是大胃王。这个太难了，这一集应该没办法。它这一集会有很多遗珠之憾，但我们尽量就跟大家在门口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很硬哎。那我们最后再补充一下，你知道七贤路的七贤是哪七贤吗？我甩竹林七贤。竹林七贤有没有听过？他是谁？反正就是他们取名字就是随便凑一下了哈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，就不用讲太多。来，这间非常有故事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。你现在身后的那间全家，它现在已经准备要结束营业了。你知道后面那间全家，它曾经是高雄最老的全家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它呢被这边这转角这边开了一间旗舰店的超级大 7。它现在已经被史努比整个占满全店了，有够可爱的。没错没错。对不起，全家 7还是比较可爱一点。可惜啦，这间高雄民族店曾经是我们高雄最老的全家，现在时代的眼泪。拜拜。跟你介绍我的新朋友，好可爱。第一次看到黑色的。这间 7真的超大间，而且这间 7它卖的东西超级多，后面还有夹娃娃机。这里根本就屈臣氏吧？还有一大堆的微波食品跟饮料区。接着要带大家来吃开封馒头。这间开封馒头呢，它不是单纯的馒头店，它里面竟然有卖肉燥饭，也是以前许先生很常吃的一间店。它旁边有位置哎，可以坐旁边吃。不好意思，我要一个味噌鱼汤，然后一个芋头馒头，然后再一个豆浆。豆浆自取哦，豆浆自取哦。
它这里有附一个夹子，所以你们就把它夹起来。它豆浆呢有分无糖跟有糖的，一罐很大罐呢，我刚刚以为是一杯的，结果是一罐，35块，这么大一罐。这一间开封馒头很有趣，它除了卖馒头之外啊，有卖这种冷饮、豆浆、红茶跟白木耳，还有肉燥饭跟味噌鱼汤，超夸张。什么一个店啊，太奇妙了！这间店，我刚刚看到馒头的介绍啊，他说他们是老面发酵，老面发酵有什么特色？就是吃了被孩子啊，芋头香片在里面，很扎实的馒头，捏起来超 Q 弹的，有够 Q 弹。我觉得它吃起来比较像白馒头那种山东大馒头，很大耶！我刚刚觉得它豆浆，因为豆浆我是选无糖的，它没有什么味道，再加上没有味道的馒头，我觉得它比较没有那么 match。不过搭这味噌，因为它味噌很浓，加上这个只有带 Q 劲的馒头，很大，很健康的馒头。季爷，你知道网友说什么吗？它是高雄牛肉炉的天花板。我们要不是今天要吃太多间，不然我们现在就冲进去了。下次拍短影片。好，想看的人下面加一。没开。这间铁牛牛肉啊，我记得在网络上面看它的招牌好像是蒜头牛肉汤，还蛮多人说它的蒜头牛肉汤很好喝，还有蒜炒的牛五花。这一间铁牛牛肉呢，它跟这个巷子里面那边有一台车，在那个地方，我手指的地方，那个叫铁牛9号，他们是同一个老板。可惜他今天没开，下次再来吃。中午时刻，我们来了横山家，在七贤路上非常知名的拉面店。我们上次在拍日本特辑的时候，日本人特辑的时候，我们有去吃，在北高雄那边有一间 Man on Soup， 同一个老板，好不好？横山先生。所以横山家呢，本身就是用老板的名字去取名的啦，不是什么日本什么派系、什么流派。横山家的第一家店呢，其实是在屏东，高雄呢则是他们的第2家店。第一间横山家。走进来的时候，我跟许先生说：“这是拉面店吗？”以往我们记得的拉面店是不是都只能坐那个板前10人，很挤、很小、很黑、很暗？但是横山家不是呢，你走进来之后，发现他们家有够明亮的，位置也很大，隔壁的间距也很大。谢谢。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！我直接蹭到一个天妇罗。谢谢我们的横山家，好不好？谢谢横山老板。这个天妇罗啊，刚刚店员跟我们说，它是接下来要出的新品天冻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没办法吃下饭，所以他们很贴心，直接附上面的天妇罗给我们吃。直接把重点都拿出来了哈。横山家的特色拉面啊，就是豚骨拉面跟酱油拉面。但是我刚刚看菜单，他们还有一个新味噌拉面，那个我下次也很想吃吃看。跟上次我们吃 Man on Soup 不一样，因为 Man on Soup 它是主打鸡白汤。但是呢，豚骨拉面我们绝对不是简单只有吃豚骨拉面，我们今天点的是一个什么？我去点豚骨拉面，我的做法非常简单，肉哪一个最多我就点哪一个，因为我吃拉面叉烧是一定会加量。所以它这个豪华特盛啊，就是真正有7片叉烧。好，请还给我，谢谢。这不是我要吃的吗？你是吃干拌面，你给我介绍你的干拌面。这个豪华特盛啊，蜜汁豚骨拉面，它就是整整有7片叉烧之外啊，上面有葱花、木耳。最特别的是横山家的拉面，他们横山家的拉面是炸金针菇。有看 Man on Soup 那一集的啊，你会发现他们是炸牛蒡，横山家是炸金针菇。现在的人吃是不是都喜欢加一些脆脆的东西啊？对，拉面好像就是要加一点这种小配菜，不然太单调，就只有那个面跟肉这样而已。重点是我刚刚有去加了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蒜头。蒜头？哇，它这个汤再加一点蒜头下去，那个味道超赞。你们如果喜欢吃蒜泥啊，它的自取台那边呢、都有几口满满的蒜泥，新鲜蒜泥，你们想要加多少自己加。我觉得豚骨拉面就是要加蒜泥，因为豚骨啊本身太浓厚了嘛，加上一些辛辣的蒜泥之后，它会帮它提香超多的。很赞，真的、因为我刚那个蒜泥是撒在那个就是叉烧上面，我刚一口吃下去，那个叉烧有蒜味，超级赞。推荐大家来一定要加一下蒜泥，蒜泥不用钱，加蒜泥不用钱。烧汤男子。我吃拉面第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一定要喝汤。汤头，他们家的这个豚骨的汤头很浓郁，
它有一种猪骨的那个醇香。而且你刚刚摇上来那一匙啊，是乳白色的耶。然后有一些人喝豚骨，他会觉得太奶了一点点，就是那个味道太浓郁了，就是第一口喝很好喝，可是你喝到后面容易腻。这个时候蒜泥就很重要，解腻用的。蒜泥加上去，让它那个味道又呈现了另外一个层次。接着呢，我要来吃我点的干拌面。我去拉面店呢，点的都不是汤面，我点的绝对都会是干面、沾面或者是干拌面。他们家刚刚在门口，我就看到一个二郎系干拌面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人家干拌面上面给我放点心面的啦。刚看到点心面，我以为老板在闹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后来呢，我想了一下，不对，它感觉就是会取代一个炸金针菇那种脆脆的口感。你们现在一边看呢，一边就听到吸的那个吸面的声音，就是许先生又在吸面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那个面要赶快吸，不然会软掉。这一个面还有一个很大特色，它上面放了一个生食期的蛋黄。这一碗拉面呢，除了刚刚的点心面之外，还有铺满了高丽菜、豆芽菜、洋葱，所以我觉得这一份干拌面呢，它的蔬菜量是蛮多的。里面还有放刚刚我们最想要吃的横山家的特制叉烧，它的面条是有点厚度的，沾上我刚刚弄破了蛋黄之后，整个黄澄澄的，看起来超级漂亮的。这一口就是拌的点心面，还有蔬菜，一口下。Q 弹的拉面中间夹杂的那个脆脆的点心面，你一边咬的时候就会被 Q 弹的拉面这样子叮叮叮。许先生第一夹就是夹最贵的东西。没有，我炸虾留给你。不要再污蔑我，不要在镜头前面一直污蔑我，我才是吃你炸虾的。除了炸虾之外，我其实最想吃的是蛋。第一个就是把溏心蛋裹一点薄薄的粉下去，沾它的酱汁，好夹。里面长得蛮漂亮。许先生来拉面店的标配绝对就是一碗汤的拉面，再配一个叉烧饭。不管那个叉烧饭多大碗，他都一定会点，因为他觉得这样才是最完整的套餐。就是最完整的那个淀粉套餐，满满的吃下去，那个肚子的饱足感，然后很安心的离开了整个拉面店的那种感觉，很舒服。但是今天真的要吃太多间，所以我没办法。不行不行，不过有这种炸物我是买开心的啦。好，感谢横山家，谢谢横山老板，大家多来捧场哈。接下来我们到了福华大饭店，你还记得你有来这边买过面包吗？它好吃吗？还不错哎，其实它还不错哎。我要跟大家介绍，在那边还有一个我们很喜欢吃的21世纪臭豆腐。哦，那间很好吃。在新兴区那一集我们有拍过，对，那间21世纪臭豆腐蛮好吃的，大家可以去吃一下。六合公园，六合公园，我怎么觉得我们好像似曾相识？我们在六合路上的时候也有经过过，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在另外一面，在对面。六合公园的正对面啊，有一个日出小火锅，来转给大家看。日出小火锅，这一间小火锅啊，我跟许先生有来吃过，它的火锅其实蛮便宜的，大概都在100出头左右。但是它最大的特别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它最大的特别点是它火锅还可以加购臭豆腐。哦，好像很多都有哎，没有很特别啊。你加60块就有一个臭豆腐，蛮特别的。杨记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锅冰锅酱也可以啊。锅冰锅酱哪有啊？锅冰锅酱有加臭豆腐哦，兄弟。哦，加炸的臭豆腐哦。来，跟我道歉。好，对不起。来，我想说奇怪，哪里有很多小火锅有炸的臭豆腐？会，现爷。现爷在这里。现爷我最喜欢吃他的那个剥皮辣椒鸡，跟红来抠鬼鸡。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觉得我特别喜欢它，是因为我上次吃的时候，它的热炒菜没有锅气，我就觉得有点小可惜。不然其实它的汤蛮好喝的。对啊，现爷楼上还有包厢可以唱 KTV， 我们很常在那边喝得烂醉，算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地方。接着呢，我们来了百味轩。这间百味轩呢，它是在七贤路上非常高 CP 值的日本料理。它主打的呢就是便宜小不短袜的生鱼片。这一间老板呢，据说是小琉球人，他们在东港有船，屏东的东港有船，所以它的海鲜呢，可能新鲜度就真的会比较好一点。我今天呢，因为后面要吃的家数比较多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点了他们的一个招牌生鱼片，有4种鱼种，分别是鲔鱼、鲑鱼、旗鱼，还有泥性，总共有32片。至于呢，为什么我现在盘中没有32片？就是因为我刚刚没开麦，白路人。它生鱼片只有32片，只要250块，真的很夸张哎！如果你不想吃这么多也没关系，因为好像他们单点一个鱼种啊，就是100块，100块好像有9片对不对？9片，一般人9片吃得完吗？吃不完，我真的已经吃不完。虽然说一开始啊，我是觉得它这种价格可能生鱼片会切得很薄。
不过上桌的时候，我其实有吓到，它的生鱼片没有切得很薄，它一样是这种厚度。以新鲜度来说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以它的价位来说啊，我觉得蛮适合是你平常日常想要自己吃个生鱼片滋滋养的话，他们的是 OK 的，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以价位来说非常之划算，非常便宜。如果你们有来百味轩啊，吃过什么你很推荐的，也要推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下次想要单独来吃看它其他的什么冻饭啊、炙烧肉寿司，感觉都超划算的。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入七贤二路，过了这个中山路呢，我们就进入七贤二路。自媒体职业工会，我跟许先生呢，因为从事自媒体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加入这个工会。它这个工会啊，除了保健保之外，它还有一些职业训练的课程。对，我们两个自己平常有时候有相关的课程，我们也会来这边讲课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来找我们上课的话，也在这边等我们，好不好？你有投保劳健保的需求，也可以来这边，他们帮你协助，好不好？还有尾牙可以吃哦，欢迎加入我们行列，跟我们一起吃尾牙。七贤路上呢，我们找了一间咖啡厅，终于让我找到咖啡厅了。这一间叫做 Roast 咖啡，它里面超有质感的。刚一走进来啊，我就发现它里面好像有一些专门那种烘焙过的咖啡豆、咖啡包。走进来的时候，那个氛围我很喜欢，因为它里面的空间很宽敞，还有一只很可爱的狗狗。我发现它好像叫黑皮，是他们的店狗。它是黑皮哦。对，你是认识它的是不是？我刚刚有偷偷查一下，超级可爱的，可爱很亲人，一进来就往我大腿里面蹭。他们家除了咖啡之外啊，我看每个人来这边都一定要吃他一份松饼。可惜我本来还想要吃80克蛋糕，可是他的80克蛋糕已经卖完了，今天只有松饼。松饼可以选全份或半份，我今天选的是半份。半份其实就蛮大一份了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家拿铁做的真的很有质感，很漂亮哦，好喝耶，好喝。接下来就是我的松饼时间了。刚刚我已经有指派我的小许子帮我把枫糖淋下去了。你知道现烤出来的松饼啊，它表皮就是会有这种微脆感，很厚实的一整片，再淋上我的这个不知道是蜂蜜还是枫糖，感觉超好吃的。它的松饼派系不是外边脆口的那一种，不是，它的一咬下去，整个很像鸡蛋糕的松软感，很绵密的松软感，很香耶。我觉得它蜂蜜甜度刚刚好，加上它的松饼啊，整个超搭的。我看评论很多人都会特别来他们家吃松饼。对，他们家的松饼不知道为什么评论特别好。我的冰淇淋，这个冰淇淋我刚刚有在他们后面冰箱偷看，它是莫凡比冰淇淋，这个再加上冰淇淋怎么可能会难吃啊？你跟我说说，这食物有谁不爱？所以如果你来七贤路上啊，想要找一间咖啡厅的话，除了星巴克之外，我觉得这一间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。空间很舒服，咖啡也很好喝，重点松饼很好吃。七贤路上为数不多的这种精品咖啡，推荐大家。休息完毕，我已经充电完了，可以继续出发了。好，继续往我们的终点前进。跟大家说啦，如果你们要像我们这样子散步的话，记得就找一间舒服的咖啡厅当一个中继站。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每一集我最期待的就是中间的咖啡厅。刚刚这间洛斯特我觉得还不错，大家经过可以来喝一下。老板人很帅所以你们来的话就可以多看一下小鲜肉，而且狗狗很可爱，超级可爱舒服。走着走着，我们就到了满食屋。这间满食屋啊，是我跟许先生的大学回忆。因为这一间满食屋呢，原先是开在建国路那一边的一间老字号汕头面。错，它原本是开在林森路，它在原乡的旁边。这一间满食屋呢，它的前身是汕头阳春面，它曾经是我在高雄里面最喜欢第1名的阳春面，没有之一。可是他后面老板已经退休了，他老板是在他里面厨房亲自擀面、手打面，但是后面好像老板退休之后是另外一批人来接手。他接手完之后呢，他又改了地点，就跑来这边，然后也改名叫做满食屋。改名之后还是蛮好吃的啦，但是我觉得早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生命中最好吃的一碗阳春面。它的肉燥非常的油香，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来吃过一次，很好吃。可是后期呢，我们再去吃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的那个肉燥香气少了一滴滴。我真的是从小吃到大。他以前我人生的第一碗牛肉面是原香，第一碗阳春面就是它的前身那个汕头阳春面。来高雄之后，我蛮喜欢吃汕头阳春面的。如果有吃过前后生的人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
一下，我觉得之前前生蛮好吃的。然后它旁边这个丹丹小嘴狼，哦，我真的不得不说，七贤路的丹丹啊，是我看过有史以来生意最好的丹丹。我真的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这间丹丹要排队排成这样。大家可以去找不用排队的丹丹啊，其实高雄很多丹丹。你知道这间七贤路的丹丹啊，几乎我们每次经过，通通都会排到外面这里来，尤其假日。我们现在下午4点多，他现在已经还在排队。千松便当有看我们南高雄便当特辑的朋友一定记得，在千松便当它有一个很特色的便当，就是综合便当。它的招牌综合便当，它那个招牌综合便当啊，里面有空吧，有一个鱼排，然后还有2只炸鸡翅。啊，你这样讲我好像有印象。是不是超级丰富了？而且我记得它便当价格好像也不贵。对，3个主餐有3个主餐，你们可以自己来吃吃看啊。如果没有吃过的人想先看看，也可以看我们南高雄便当那一集，好，都会跟你解释的非常清楚。接着来了小马肉粽蛙柜，这一间小马肉粽蛙柜啊，我听说它以前是24小时营业的，这么夸张的店。后来呢，因为人手不足，现在好像只有开到晚上12点的样子。也是七贤路上大家很常吃的平价宵夜。没吃过。没去过，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因为我今天实在是没有想要吃肉粽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都吃隔壁。我以前有一阵子沉迷于土鸡城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吃的是这间鸡老二。但是我们等一下没有要在这边用餐了，我们要外带一个那个鸡汤登起啉。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，这间鸡老二，我每次要跟朋友介绍啊，就是我们带你去吃土鸡城，我每次都会被朋友说你们是不是在开黄腔？对啊，我最喜欢带朋友来吃老二了哈。等一下再回来买，我们今天继续往前。我们刚刚听到远方的呼唤，是谁？你怎么这么远才看到我们？没有，我在这个窗口挖冰淇淋，然后之后我就觉得是淀粉小姐，然后结果这个门不小心锁起来了，然后我第一面，然后我就决定冲出来，直接用喊的。我刚刚想说奇怪，因为我大叫淀粉小姐，然后找不到在哪里。我刚刚也是想说奇怪谁？就是喝咖啡吗？要不要喝个咖啡或吃个冰淇淋？七贤路的第2间咖啡厅，这间呢会进来完全就是一个缘分。我马上听到远方的呼唤，我就进来了。这间呢是在七贤路上的真心豆坊，它是七贤店。之前呢我们在林雅那边林森路上面其实就有遇过了，它里面的氛围超级chill。这间真心豆行应该是高雄真心豆行里面最大间的，空间最大，因为其实真心豆行在高雄有很多分店。它大到我看到后面直接有一个烘豆工厂，非常的大，就是全高雄的真心豆行，他们说豆子都是从他们这边烘出去的。而且他们这边呢还有甜点吧，所以蛋糕都是在这边现做的。刚刚呢我看了一下，搜寻了一下甜点柜，里面每一个我都超想吃的。可是我看到一个最特别的东西，这个是什么？焦糖咖啡核桃卷。我个人呢真的很爱咖啡加上核桃的一个系列，感觉很厉害。这个呢是店家他们招待我们的阿巴卡多，感谢。他说他知道我们在外面走了很久，一定很热，然后刚刚又喝了咖啡，应该没办法再招待我们咖啡了，所以就直接给我们一个。看要吃冰淇淋还是要加浓缩咖啡下去？它的浓缩咖啡啊，豆香味超浓郁的，再加上甜甜的香草冰淇淋，根本就百搭啊！是那种大人味的苦酸的咖啡。许先生最喜欢喝这种咖啡了。你自己吃是不是？它的咖啡是那种非常浓郁、带有酸感的咖啡。多吃一点冰淇淋。它这个咖啡卷啊，上面全部都是有点类似杏仁片，中间呢就是有满满的核桃在中间这里。而且他们家的蛋糕啊，我刚刚有看到上面摆了很多时盛的鲜乳，所以我不晓得他们的生乳卷是不是也都是用那个时盛鲜乳，感觉都很值得期待啊。它上面这个有点是像焦糖的一个杏仁片，吃起来甜甜脆脆的。越咀嚼越有那个杏仁片的香气，那咖啡味全部都在蛋糕体里面。中间这个好像是它的焦糖咖啡奶油的感觉。这个蛋糕卷啊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合你本来就跟我一样喜欢吃核桃的，因为它咀嚼下去满口全部都是核桃的香气，里面中间那个奶油，我觉得它的味道不会到太突出。这个如果你本身是爱吃坚果的，像我平常早上都会吃坚果的人，你会爱死这个卷。
甜度有稍微高一点点，它算是基本上你吃到中间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大概有7分甜左右。但是那个阿巴卡豆，你们可以想象的，它的甜度又更高一点，它就是冰淇淋。赞赞赞！喝完咖啡之后，我们要来带大家吃火锅。之前呢，我在 IG 上面 PO 过一间在盐城很有名的东东火锅，在七贤路上呢，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吃这间大家火锅。大家好，我们进来大家火锅了。这间大家火锅啊，在七贤路上非常有名，是一间很老字号的石头火锅。没错。而且他们家可以共锅，我们2个今天来共锅，就是共锅费再多80块。其实它一个火锅270，我觉得也不算贵。没有，现在石头火锅也涨好多了。以前这样的一个石头火锅可能100多块，但是现在因为其实像这样的石头火锅在高雄也越来越少了。这个真的是蛮老字号的，我其实蛮喜欢高雄这种石头火锅的。这个很赞哦！我以前超爱吃石头火锅。你一走进来啊，就会有一个像吧台的位置，那一定要坐在这种吧台位置，然后才有 feel 啊。有阿姨亲自帮你开锅，帮你拌热炒，让那个锅的味道香气更浓郁。而且它的肉啊，就是一样有猪牛羊可以选，基本盘，然后都可以加点一些配菜。其实因为我们今天真的吃太饱，七贤路上太多都是那种正餐类，然后是好吃的店家，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吃太饱。那我们2个选共锅，否则我觉得你如果是来的话，1人1锅才是最划算，因为它共锅费是不能抵低消的。对，不能抵低消，所以基本上你就是2人共锅就是80块，多80块的费用啦。不过你自己就可以选主餐，我今天选的是冬粉，徐先生点的是白饭，他可能就多给你酱料跟主餐的费用。可是我觉得最特别的是，他刚用酱料的时候啊，他是直接拿那个铁扣啊自己让我们加多少蒜，加多少辣椒，用完之后呢，姐姐就会来把它收走，所以你铁扣要赶快用。然后它的肉啊会炒到像这样子半生熟，你自己再把它加到火锅，看你要煮几分熟都自己决定，好不好？它的火锅里面的料啊也很简单，就是一些高丽菜、金针菇，还有一些饺类、丸类的东西，其实没有到很复杂。不过看起来就口假惯，这种 old school 的石头火锅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很迷人的风味。因为我觉得它的重点就是在于前面的那一段拌炒、爆炒，它就是一定要非常每一锅都特制化，由阿姨亲自在面前帮你就是这个油啊，然后洋葱啊，然后肉下去炒出那个肉的香味，之后高汤再倒下去，哇！尤其它高汤倒下去的那一刻啊，那个整锅的香气会直接这样冲上来，哇，爽啊！吃石头火锅就是享受这一刻，但是也很多人都说现在的石头火锅真的已经变得不再那么平价，这个确实，因为你现在这一锅也是要270。然后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现在的火锅啊，招式太多了，它本来附冰淇淋啊，然后附饮料啊，但这边通都没有。对，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像这样石头火锅竞争力可能就没有这么强，可是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。我很喜欢，尤其这种氛围，你吃到一半的时候啊，后面还会有人撞你的背。这种氛围你哪里找啊？好不好？好了，开动了，好不好？开动，慢慢吃，开吃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七贤路拉手上集。因为七贤路呢真的是太长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上集的结尾呢就会落在爱河边七贤2路的底。下一集呢，我们会带大家走到七贤路的最尾端，就是盐城那一区啦。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在这一集没有吃到的，你想推荐给我们的，或者是尾段有什么想要推荐给我们的，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就会立刻去把它拍起来，说不定没吃到的，因为这一条路上真的太多餐厅都是大型的，我们今天真的没办法吃这么多。那如果有没有吃到，你觉得真的太可惜了，想要推荐给我们的哦，欢迎私讯或是欢迎留言，我们说不定就会去把它拍成短影片补齐起来，好不好？如果想要看我们更多影片，也可以到我 IG 上面有非常多的动态啊，还有短影音都可以提供给你们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想加入我们的团购群组这边，赶快加入加进来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风也太大了吧。路下半段见。先生，请问一下，您现在坐在这里冲啥会？你知道我们乱乱蛇系列最痛苦的地方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就是我们拍完之后要在原路走回去，因为我们没有骑车。Sorry， 这就是一个健身的行列，加入我们行列，一起高雄走透透。等一下可以坐计程车吗？不行，没有预算。